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欢迎你观看我的视频。我想谈谈选择移民，为什么我选择了魁北克。今天和大家谈一谈关于移民和我选择魁北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大家知道，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都是世界移民特别向往的热门国家。加拿大每年都有很多的移民，像现在加拿大的计划当中都是几万到10几万的欢迎移民的到来。在加拿大，移民是一件非常广阔的话题。这个国家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有很多的移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在加拿大移民的主要地区分3个板块，一是温哥华地区，一个是多伦多地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魁北克地区。那么大家都知道，作为加拿大来讲，这3个板块华人的移民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在魁北克，目前移民到魁北克地区的移民，华人移民大概有13万左右，而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地区呢，就有50多万。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加拿大应该选择什么地方移民呢？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讲英语和法语的国家。那么在多伦多、在温哥华主要是讲英语，而在魁北克是讲法语。应该说法语在整个北美只有魁北克，整个北美的英语区就只有魁北克在讲法语。这就是魁北克移民的劣势，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只有13万人在魁北克移民。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第2语言是英语，法语几乎是很少的，所以中国人移民来到这儿最大的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就是选择英语地区还是法语地区。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大家很容易想到的问题。但是根据我出国那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选择哪个地方，无论是你选择英语还是选择法语，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不要以语言来作为选择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用我的经验来谈一谈。我30多年前选择了魁北克，当时对于我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不懂法语，我的第2语言是英语。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了魁北克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因为我是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毫无选择的就只能留在魁北克了。但是魁北克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对于我初次到来的人说，除了它的美丽，除了它的法国风情，我总觉得这里对我来讲是很难的，因为语言不通，就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开始，所有来魁北克的人，在我们那个年代，我相信现在也是这样，大家都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什么情绪呢？就是对法语有抵触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来学习太晚了，好像学习很难，又不是一个语系。所以的话呢，情愿在这里待着，也不讲法语，也不学法语。我出国的第1年、第2年，我基本上都没有学法语，是后来慢慢在这里生活，感悟到这里的一些生活了以后，发现在这里生活对我来讲很重要了以后，我才开始学习法语。到现在我已经能用法语和大家交流了。
虽然谈不上很好，虽然谈不上专业，但是因为有了交流，有了懂法语这一条，我现在知道了魁北克，而且我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那么魁北克和安大略省、和多伦多、和温哥华有什么区别呢？简单的历史是这样的：魁北克讲法语，是因为魁北克这一片是早期的法裔的殖民地。应该说，法语在加拿大是少数民族，是少数语种。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加拿大走英语的路子，你可以到处很方便，但是你走法语的路子是否就有一些困难？在魁北克讲英语的人很多，有它的历史渊源，因为在魁北克很早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加拿大最发达的地区，应该说是加拿大起源的历史很早就源于魁北克。像蒙特利尔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是加拿大最老的城市。那么在加拿大，在魁北克，很多大企业、大公司，他们都是讲英语的。当他们在这里建立公司以后，都是讲英语的。包括现在在蒙特利尔，如果你走到城市中心，那你讲英语是没有问题的。在魁北克，特别是在蒙特利尔，有很多区域是属于英语区，也就是说，在那里你讲英语生活也没有问题。而很多在魁北克生活的人，他们只讲英语，照常找到了工作。但是，如果你不讲法语，那么在魁北克生活，毕竟是一件别扭的事儿。那么选择魁北克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想说，在魁北克你可以获得的很多优越性，在其他省份是没有的。因为法语是属于少数民族，是属于少语种。在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中，法语和英语是属于官方语，也就是说，在加拿大你可以说法语，你也可以说英语。但是如果你要工作在政府部门，如果要在公共服务和卫生部门，那么你就必须会 bilingual， 也就是说必须会说法语和英语。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出国这么多年，我们的孩子他们都在这里出生，有的在这里长大。但是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选择了到多伦多，到了温哥华，他们的孩子从小学的所受的教育就是英语教育，而英语教育最后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生活中工作上的困难和缺陷，就是不懂法语。不懂法语，他们在工作上，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就面临很多的问题。尽管法语对他们来讲是第二语言，那么他们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像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孩子来到这儿，首先接触的是法语学校，而且是毫无选择的进入法语学校。当你进入了法语学校学习以后呢，整个情况就变了，因为法语是更难的语言，要掌握法语，那么你就等于掌握了一门新的重要的语言。而渔民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渔民，他们的家庭教育各方面都是有一种国际性的 international 的特色，所以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法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但是所有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几乎英语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英语讲得都非常好。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孩子的优势。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阿尔伯塔省，他的孩子出生了以后，他进的第一个学校就是法语学校。我很诧异，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的选择呢？他告诉我，他说如果我的孩子进学校直接进英语，他就失去了法语学习的机会，可能对他的未来也就失去了很多机会。我现在让他就进法语学校学习，他生活当中都是英语圈子，那么他的未来可能会更容易，他在掌握语言上会有很多的优势。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觉得他还是蛮聪明的。但是事实上，
更多的人不是这样选择的，因为他们为了方便，他们就让孩子直接去学英语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法语的机会。但是以后，当他们读了大学，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又匆匆忙忙的开始学法语，因为如果没有法语，在很多部门他们就会很难。这就是我们魁北克的优势。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加拿大，如果是举个通俗的例子，历届的总理几乎都是魁北克的。当然，我不说是因为语言的原因，但是可能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在加拿大的很多总理都是来自魁北克的，几乎在英语区的很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二呢，就是你如果生活在魁北克，你会得到很多的优惠。大家都知道，在魁北克曾经闹过独立，在加拿大他曾经通过投票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事实上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但是魁北克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语言，政府给了它很多的优惠，这些优惠全面的覆盖了魁北克人的生活。比如说在医疗方面，魁北克人所获得的医疗条件比其他省就更多。魁北克人在选举方面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移民魁北克的问题上，魁北克有特殊的政策。大家知道，如果你要移民到加拿大，要通过加拿大的移民局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加拿大的移民局有一个统一的规则、统一的做法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移民到魁北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魁北克它是一个特殊的省份，魁北克的政府拥有特殊移民的政策，也就是说，你要移民到魁北克，它会以它特殊的政策呢，给你特殊的优惠。那么很多移民到魁北克的人呢，就显得特别的容易，也特别的简单。也就是说，如果你移民加拿大感到困难的话，那你可能选择魁北克，就会让你的这个困难变得容易。那么移民魁北克就会更简单。那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语言不通，移民到魁北克是不是面临很多的问题？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你的思想问题，是你怎么看的问题。像我刚出国的时候，我不愿意学法语，我面临的问题很多。当我慢慢的学上法语了，知道法语了以后，我就发现魁北克这个地方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方便，生活优惠也很多。对于我来讲，我走过很多地方，也去过温哥华、多伦多，最后我选择了蒙特利尔，因为我的语言过关了。所谓的过关，能交流了，所以我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我享受着魁北克很多的优势。如果你移民到魁北克，那你面对语言有问题怎么办？我告诉你，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专门有一个语言的培训部门，所有移民到加拿大魁北克的人，你都可以进行法语培训，而且这种培训是免费的，是在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呢，政府是给你钱的，是给你生活费的，就是说给你一个生活费，让你学习法语。这是魁北克的优势，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对于你来讲，如果作为一个新知识你来学习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同时，在魁北克还有专门培训你小企业的工作的机会的这样的学习，有很多机会。通过你进入了学习法语以后，你又可以进入这些简单的职业培训当中。这些职业培训没有年龄限制，你甚至到了50岁甚至60岁，你还可以进去学习，也是免费的。这就是魁北克的优势。魁北克人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语言，他们对移民
对渔民说的法语有极大的宽容。只要你简单的说几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是一种民族情绪和感情，我深深的有体会，也感受到了，所以我非常的感激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渔民，特别是我们讲的不地道的法语，他们的宽容和支持，甚至鼓励，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说句实话，很多中国人来到加拿大就说，我下了机场，特别是一下了多伦多的机场，你进了温哥华那就别说了，就像进了中国一样，那么多的中国，我是到了温哥华还是到了中国呢？这是我们朋友之间八卦说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这种感受是确实是非常让我都有这种感受的。我那年到温哥华去开会，我一下飞机全是中国人，我感觉我不知道我是回了国还是出了国。当我从温哥华回到 Quebec 的时候，一下机场全是外国人，我觉得我来到加拿大，这是开个玩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选择了一个地方太多的中国人，和你选择一个地方有中国人但是不是太多，你会怎么想？作为我个人的选择，我喜欢更多一点和外国人在一起的地方，因为这里会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如果完全是中国人在一起，而且大家都用中国的文化，甚至都不需要说法语，就完全不需要说英语，就完全可以交流，完全生活的话，我觉得我出国的意义就变得不一样，可以说价值就有些变化。所以选择魁北克，这是我的选择的一些理由。再一个，我很喜欢魁北克的文化氛围。在魁北克，它是法兰西的文化，大家知道法兰西的文化比较开放，他们有很多跟英语区不同的地方。举个例子，在魁北克，如果你进小小的杂货店，你可以买到酒，你可以买到这些你想喝的这些酒，包括啤酒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酒。但是你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你走进杂货店是买不到酒的，因为那边的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喝酒的。而我们魁北克这个方面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你进了酒吧，你在魁北克的酒吧里，你可以看到赌博机，也就是中国说的老虎机。你可以在酒吧里又喝酒又玩老虎机，甚至叫做中国话叫做小赌一把。但是你到了多伦多和温哥华是不行的，因为酒吧里不能放赌博机。那么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魁北克的一种法兰西文化的优势，你可以享受的更加自由一点，更加感到浪漫一点。在魁北克一些酒吧、一些文化场所，他们所展示的那些一些文化氛围，显得更开放、更有趣，更让你感到不可思议。对于我们来讲，特别是对于我来讲，我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让我有了更多的范围、更多的便利和更多学习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加拿大，特别是在我们魁北克感受到的东西。说实话，现在在温哥华、在多伦多，如果说到文学艺术界，那就是名人很多，大咖也很多。中国很多移民到加拿大的名人作家都选择了那边，因为那边不需要法语，而我们这边呢，
因为法语的关系，很多老作家、很多名人、很多艺术家放弃了。我们魁北克的文学和艺术呢，变得更加的草根。但这是什么事儿呢？这也许是件坏事儿，但也许是件好事儿。因为我们魁北克的文学和艺术呢，更具有当地人的色彩，而我们这边的写作人、艺术家呢，更多的是一些读书人，是一些年轻人，是一些博士、硕士和一些在中国没有文学、艺术特别名气的人。而这些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特别是加拿大的文化，他们的写作、他们的文学就显得更具有本土化。所以在魁北克，我们的华人文学应该说跟多伦多、温哥华是有所差别的。我们写的更多的是我们新生活，是我们在魁北克的生活和我们的感受，而我们的写作呢，更缺乏大师、大作家、大名人的味道，我们更开放，我们的写作就显得更有氛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大家可能知道了一些我们魁北克的优越性。为什么要移民到魁北克呢？简单的说来，魁北克因为它有它特殊的文化，相比较更容易。而魁北克，如果你选择了它，你有勇气面对法语，那么无论对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庭、对你移民这件事儿，都是变得更加容易的。魁北克是北美的骄傲，魁北克的文化在北美很有名。大家都知道，魁北克的古城堡饭店是世界文化遗产，而魁北克人讲法语，读大学毕业了，甚至读研究生毕业了，在法语学校毕业了，但是他们的这些语言在北美、在美国、在欧洲同样认可。我的很多朋友，特别是我大学的同学，学理工科的，他们在拉瓦大学、在蒙特利尔大学，他们都是法语学校，他们同样拿到了博士学位，尽管他们没有法语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理工学生如果没有法语背景，也是可以读到博士的，因为他们的课程很少，主要是试验和研究。文科当然就很难了，而他们毕业以后，同样可以在美国、在欧洲找到很好的工作，他们是受到承认的。大家也知道，尽管魁北克是个法语区，但是魁北克的加拿大有很多加拿大最好的大学，像麦格尔大学，像蒙特利尔大学，像拉瓦尔大学。蒙特利尔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大学城，那里培养的学生既讲英文又讲法语，他们成为加拿大最有特色的一批学人和学者。我讲了这些，也许对你有点诱惑，关于这方面我们有机会再跟你介绍。总而言之，我经过自己在国外很多年的经历，选择魁北克，我是选对了，我喜欢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到魁北克来生活不难，魁北克有加拿大最好的风景，魁北克有它最特色的文化，魁北克是我们移民的原地。你在这里，你会感受到我们魁北克是什么。谢谢你，我今天就和你说这些。